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孟非。欢迎黄澜老师、陈明老师。《非诚勿扰》由港荣蒸蛋糕特约播出。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中国好粥选银鹭，《非诚勿扰》有好料好味道的银鹭好粥道指定播出。本节目奖励规定是：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都将获得由港荣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上父母牵线，帮孩子寻觅一段好姻缘。海量优质资源，真实相亲平台，超1000万用户信赖。父母牵线，中国家长的放心之选。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可以通过下载爱荔枝 APP 搜索“非诚勿扰”报名。也可以通过父母牵线小程序报名，或者发送邮件到非诚勿扰官方邮箱 fcwr@gstv.com 报名参加我们节目。也可以拨打江苏卫视幸福热线025960088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幸福生活，志享未来。下载爱荔枝客户端追更非诚勿扰，还有海量节目内容和丰富互动玩法等你探索。爱荔枝客户端非诚勿扰专区现已火热上线，一站式集成了节目精彩内容、线上报名通道和丰富互动玩法，更有数字人小林在线分享爱情攻略。非诚勿扰腾讯视频全网独播，每周6晚21点，会员抢先看。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欢迎小林同学。大家好，我是过完年已经开工，但还在不停回味这个春节的小林。不过开工能见到大家，我也是非常开心的。年过得怎么样啊？大家有没有人分享一下春节怎么过的？江嘉宾。我们家今年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平时虽然说我姐姐出嫁了，但她还是回娘家过，但是她今年带着孩子上海南了，所以就剩我和我爸爸妈妈，就是今年还觉得有一些单调。爸爸妈妈会催婚吗？偶尔会。还有谁？邵志怡。大年初5的时候是大家一起看《非诚勿扰》，家里人一起过的。对呀。山东看我们节目的人很多。我看过那个数据，这都是传统文化比较深厚的地方。小林，你有没有什么过年的有趣的活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给现场的24位女嘉宾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新年惊喜——马年踏印年画活动，同时也祝现场和正在收看节目的大家2026年马力十足，幸福一路加码。你们桌上有准备的东西，你们看到了吗？有一个活动啊，踏印马年的那个什么年画还是什么？凭着最简单的一个。这个玩意儿好像在南京的什么老门东啊、夫子庙有这种东西玩。好印的。2号，我看看你的。好漂亮，好看啊，亮亮的。小马和个福字。福到。11号呢？你这是什么？马年大吉。邵志怡这个呢？马上有钱。哎呀，不错，还有3天就到元宵节了，提前祝观众朋友们元宵节快乐！哇！哇！好，开始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
孟老师你好，各位女嘉宾好，我是米叶轩，今年26岁，来自四川成都。本嘉宾由父母牵线推荐，来选你的心动女生。小林，1号男生，你推荐哪一位女生？米叶轩的首轮智推女生是15号女生安舒希，22岁，现居成都，鞋店经理，是一个对自己很对目标拼的女生，请你们彼此多多关注，也许会成为携手共进的一对。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请回答。您的愿望是？我的愿望是，我想我们一起玩同时睁眼挑战。同时睁眼是怎么玩的？你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一起闭上眼睛，然后如果出了问题，我们俩都有，就是都是喜欢这种问题，或者是都是就是找一个人在旁边出题。哎，对对对，哎，出到这个答案是你喜欢的，你嘣儿眼睛睁开，对，就看看对方睁了没睁。对对对。谁来出题呢？小林。有女生愿意玩的举手。来，诗琪、谭鑫，你们俩出来。这俩人是一个 CP， 你发现没有？小林出题，请闭眼。听到愿意为另一半做的事就睁眼。在公共场合向对方大声示爱。为对方唱一首歌。哦，哎，那要不然就是我们互相唱一首歌，可以吗？那边还有一个呢。他也睁眼了。他也睁眼了吗？啊。哦，不好意思啊，没看见。来，你唱呗。你唱吧。你先。你们3个人一起唱吗？唱好了，你们3个一块回去过吧。那怎么唱啊？那我跟你唱，还是2只老虎？2只老虎啊，也行啊。好，3个人唱2只老虎。你们是3只老虎。要不然清唱一首吧，清唱一段吧。可以。好好，你来。你先来。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爱真的很简单，爱真的很简单。谢谢，谢谢。哇，挺好听的哦。可以。来，石琪来。就是3个人，我刚刚想到的那个。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要理由？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哇，好好听啊！谭鑫。你不来个青藏高原？我唱歌挺跑调的，我这个东西我们就听听跑调吧。我真的就会唱2只老虎，那就2只老虎，2只老虎跑得快。有人灭灯了是吧？好，这才第2个问题。好，继续。给对方做发型。哎呦。吃对方剩下的饭。哎呦，好。为对方开通亲密付功能。好。不好意思。男生要付2份儿，哎。我太难了。谭鑫爱付钱，你记得吧？为对方洗贴身衣物。没得洗呀。谁让他洗？就这哥们儿想洗。没有了。啊。哇哦，发现石琪好像跟男生共通点更多一点。我发现这哥们儿没有什么不行的。每件事儿都愿意为女生做。
刚才那些题当中有没有女生特别想分享的？我就说在公共场合里边大声示爱，有女生喜欢吗？没有一个喜欢的啊。除了谭鑫。对，谭鑫是喜欢自己在公共场合大声示爱，还是被大声示爱？自己背的话，我就有点尴尬。那你试过没有？试过。成功了吗？他让我闭嘴。他嫌丢人，他说。好，来看片子。给我一支画笔，让每一笔都算数。我叫米叶轩，一个落笔无悔的成都男孩，和朋友一拍即合，开了一家绘画工作室。工作用画笔描绘，生活用相机定格。家人是最好的旅行搭子，让我体会到了情绪价值的天花板。和妈妈一起的毕业旅行超自在，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我把她培养成了专属摄影师，她也乐在其中。后来，外婆主动加入我们成了旅行铁三角，一起报了一个为期半个月的夕阳红欧洲旅行团。外婆比妈妈还懂提供情绪价值，从来不做扫兴的事。在荷兰，我们还去了《古惑仔》的一个拍摄地，因为那条街区特别开放，所以全程呢也是比较尴尬的。在这旅行团里，全是50、60岁的阿姨，我竟然成了全团的出片大师。我在旅行团里面每天的任务就是给他们拍照，拍完你的拍你的，拍完你的又拍你的。再好的旅行搭子也有差异，每次旅行他们总是恨不得提前3小时就到机场，甚至在旅行购物上比我更热衷于消费，都不用销售券，买到根本就停不下来。因为跟家里人感情好，所以毕业之后还是选择跟家里人住一起。很多人觉得跟家里人住一起会产生矛盾，精神质量低。我反而觉得这样可以拉近和家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变得更加亲密。来，干杯！在枕头鱼。我们家特别民主，他们从不干涉我的生活，尊重我每一个懒觉，尊重我的每一个发型和发色。甚至过年还会给我发压岁钱。我天生爱挑战自我，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我刷到雷神96小时断食挑战，我立马尝试。我甚至还和朋友挑战爬冰川、拍贡嘎雪山。生活就是不断的突破边界。未来我还想挑战1万元低成本游欧洲，挑战把相机交给路人，让他们帮我拍照，挑战漂流相机。现在为了找到另一半，我也挑战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马上就要录制节目了。希望在这里遇到一个对生活不设限、乐于挑战的另一半，一起用画笔把未来画满风景。成都男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标签，就是居家，特别适合过日子。适合跟老婆生活在一起，适合跟爸妈、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跟所有的家庭生活都是成都男人的底色。对呀。你跟姥姥和妈一块儿去的是吧？对。去了多久？半个月。哇。你们有陪父母或者说爷爷奶奶这样的旅行有过吗？蔡依萍。就是去年12月的时候，我们3姐妹，然后带着我爸妈一起去赏枫叶，就他们第一次出国嘛，然后我们就安排了那种超级漫步的那种行程，因为我爸是一个绝对的 P 人，他就是说早上太早的行程不要安排，然后我们就是从9点多，然后开始这个行程跑完，那个行程跑的时候，就问他，你如果累的话，我们就回去休息，他说好啊，那我回去睡觉。然后我们到时候在那个酒店会合吃下午茶，这样。江嘉宾，我经常跟我爸妈出去旅行，然后特别是出国的时候，他一定要带着我，因为他们2个英文不通，然后他就沟通有问题。我每次跟他们出去，早上起来要到餐厅去给他弄好早饭，然后他们2个来吃，然后出去了以后，负责给我妈拍照。回来了以后给他们洗衣服，然后晚上我再修图发给我妈，等我妈的微信给她发朋友圈，特别累。哇，你就是一个工具人。对。杜亚兰。
我去年带我爷爷奶奶出去玩，去那个西双版纳。就是带老人的话，你可能会要考虑到整一个行程的舒适性。所以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带长辈出去玩的话，是考虑整一个安排以舒适为主，还是说以景点打卡为主？其实为什么我选择跟团，就是因为有老人在里边。对，因为那边小偷比较多嘛，他们专挑这种就是老弱病残下手。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打卡拍照。其实他们并不需要我太多照顾，因为自己可以适应。唯一需要的就是他们去接热水的时候，可能需要我去帮他们翻译一下，或者是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买东西之类的，然后需要我去帮他们一下，大概是这样。中国人旅游开水是刚需，对，走到哪儿都要打开水。好多欧洲的饭店一听到来一群中国人要有开水，他们都要疯了。现在还和父母住在一块儿的女生举手看看。有不少呢。对呀。接近1/4左右。谭鑫。我跟我爸爸妈妈住一起，然后我也不会做饭，然后平时他们也会就是给我做饭吃，我觉着哇好幸福。然后呢，我感觉不方便，就是就是我出去玩我回去晚了，我妈就在客厅一等，我一开门回家，那个压迫感它就上来了。2的话就是我喜欢小猫小狗，然后吧他不让我养就不行。3的话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睡觉，他们这个不管我睡到几点。如果说我醒了我在玩手机，他咔就把窗帘拉开，说我好像那个下水道里面阴暗的老鼠，天天见不得光。你觉得跟父母住就没有觉得不方便的时候吗？有些时候会有吧，就像是我晚上玩得很晚，回家的时候可能会，我妈咪可能会说我2句，但是听一听就过了，之后注意一下。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年纪大了，我平时也可以稍微照顾一下他们。你说的那个你自己挑战那个96小时断食，哎，对对对，4天没吃饭，我失败了。你是第4个小时就吃了吧？不是，我很喜欢那个演员克里斯那个演员，然后我刷他那个视频，4天96小时，我是38小时左右，我就受不了了，晚上直接被饿醒，凌晨3点过的样子，然后我就想的是。醒了过后，我在犹豫到底是点个外卖吃，还是说是继续睡。我想睡着了就感受不到饥饿感了，结果我闭眼睛闭了1个多小时，完全睡不着。我就点了一顿德克士来吃，那顿德克士是我有史以来长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一顿德克士。女生有没有挑战过什么类似的？郭兰兰。就是我有一段时间人生特别迷茫的时候，我就去网上搜了一个就是方法，它就是说你要切断外界所有的联系，不玩手机，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睡觉。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对，但是不可以开灯，晚上就要规避所有的电子产品。然后我白天的时候特别无聊，我睡了一白天的觉，一到晚上我特别精神，然后屋里特别黑，然后没过2个小时我就玩了，就直接失败了。诗琪。我试过最长72个小时不睡觉。那你要祸害多少人？你几拨人，就是大家都不睡的，然后他们不想睡的时候我在，然后他们睡觉的时候，另外一波醒着的人我又在。哎，我觉得诗琪就是说你72小时不停，对你来说我觉得不是挑战，就是你72小时停下来。才是挑战。就是你72小时跟谭鑫2个人一起，就是你们不说话试试看。你还拿压岁钱？你多大了还拿压岁钱？26啊。就是关于压岁钱可以拿到多大，全国各地执行的标准好像不一样。张岩。我们家就是只要脸皮够厚，你只要敢磕头，你有了孩子也可以拿，就只要脸皮够厚。李薇。我们家是只要我爸妈觉得这小孩应该很穷，看样子就很穷，那给一点吧，卖惨就行。对。一个是装可怜，一个是脸皮厚。对呀。刚才那个画面里边几座山，你去了贡嘎。对，当时是这样的，我跟我发小，我们啥也没准备，我们是想去那景点拍个照打打卡，然后到那儿我看到哎前面有座贡嘎，然后我那个相机的镜头呢稍微短了一点儿，我就想上去拍个近景，然后我就往上爬那个雪山，我就穿着我脚上这双皮鞋，我从下边看上边的时候，我感觉没问题可以爬，那爬到一半的时候。
就是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它上面全是粉雪，就是一脚踩下去可以没过膝盖的那种。这不是梅里雪山吗？不是，这是某一座野山。就最后登顶了吗？就靠这双鞋吗？登顶了，然后早上只吃了1两面，我背了一个包，包里只装了一个相机，然后1小瓶的农夫山泉。那非常危险，其实非常危险。就补给和装备其实都很危险。下次如果这种情况，如果带着港蓉蒸蛋糕的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热量和绵软的口感都有保证。对对对。好，看下一条。初恋总是让人记忆深刻，而我关于初恋的记忆，就是带我走出失恋的那首《突然好想你》。刚分手那会儿，我生活就2件事儿：睡觉、听歌。这首歌我听了足足2、3个月，几千遍，翻遍了每一条评论，好像看到无数个和我一样的人，心里才没那么孤单。所以那年，五月天成了我的年度歌手，陪我走出了那段阵痛期。后来，同学给我介绍了一个女生，本以为是新的开始，没想到是一场拉锯战。她经常会有一些发言让我尴尬。印象很深的一次，她约了我姐姐和表哥一起吃饭，我没注意到我白 T 穿反了，怎么了？她就阴阳怪气地说道：“怎么衣服都能穿反啊？你是小学生嘛，出门在外可不可以注意点形象啊？”这话让我觉得很刺耳。吃饭的时候先上了一份小吃。怎么回事？你怎么拿手拿呀？你这样拿了我们怎么吃啊？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可能是太饿了，但是他的语气呢有点太过了。饭局结束送他回去，他在车上就一直催我把饭钱 A 给他。我想和他聊聊刚才的事儿，他根本不听，直接把包扔在挡风玻璃上闹。现在立刻！所以我立刻跟他转账，才能好好的跟他沟通。太多这样的琐事让我感到无力。最后他还是背叛了我，我们的关系也就彻底结束了。第3段恋爱，因为做饭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温暖。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也会给他女朋友做饭。有一次，他花了1天的时间给他做了一顿墨鱼炖排骨，最后做好了，他女朋友说：“哎，我不吃墨鱼。”所以这就让人很扫兴啊。听完后呢，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每次给我的女友做拿手菜吃，即使做的不是很好吃，哪怕我觉得翻车，她也会夸我，拍照给闺蜜分享。每次被夸都会特别有动力，所以我觉得好男人就是被夸出来的。但是最终这段恋爱还是仅仅只持续了几个月，最终不欢而散了。经历了这几段感情，现在我希望找到一个开朗有趣的另一半，两个人能够互相给到情绪价值，一起在爱情里耍得开心。你看刚才那个细节，你看到没有？成都男人在一块都干什么？比给自己的女朋友做菜。我给女朋友做什么菜？你给女朋友做什么菜？还比谁做得好？我就没怎么听到过成都女人比我给男朋友、给老公做饭。成都女人一说起来都是老子数到3。5号。男嘉宾你好，我想请问，就是最后一段感情，你跟你女朋友、前女友相处的那么和谐，然后为什么到最后不欢而散了呢？这件事是他出轨了。哦，好的。哦，是我当场看见的，是在他的家里面。哦，我进去我就敲门叫他起来，他说啊你怎么来了？然后我就说我来你这儿休息一会儿，但是我知道有另一个男生在这。然后我就说没什么好解释的，我就走了。不用杀。男嘉宾你好，我很好奇，你第2个前女友是成都人吗？我感觉就是四川人说话都会比较那种，就是反文一样的，连个衣服都穿不好，就是他平时会这样说话。那一段感情他是广东人。
他是那好吧对对对，哦，四川说话经常有的时候对，就是会比较反问类型的，就是。但他说那句话，我觉得还挺温柔。你衣服都穿反了，这挺温柔的。我跟你说这句话呀，你要看语境，要看那个女生的状态。要来，我们让蔡依萍来说一下。你衣服怎么这样穿啊？都反了哎。你看看，要是我女朋友这么说，我一点都不生气，天天反着穿。换一个厉害一点的呢？江嘉宾，东北怎么说？你眼睛瞎，正反都看不出来。眼睛瞎。瞎呀。7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你短片中说你第2段感情也是因为女生背叛你，然后你刚才又说第3段也是因为女生背叛你，那这2段的感情背叛会对你之后的在感情之中就是有什么影响吗？影响还是蛮大的。有啊，有。第一就是那件事儿呢，它确实让我成长了很多，就是给我上了一课，毕竟。很多连续剧也没这样演过，我也没经历过，第一次经历。还有一段呢是，大概就是会让我的情绪发生一点变化吧。就可能我之前做很多事儿，对方做事儿的话，我会很妥协，但是现在的话，我会分情况来妥协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拥杀。男嘉宾你好，我刚刚就是听到你说你初恋嘛，你的那个喜欢听的那首歌，你现在听到还会有那种难受的感觉吗？我现在听到其实没什么感觉了。好的，谢谢。哦，你说像他这样特别像标准的成都男人。对，就是忍耐的太多了，就是我当时听到了有一段，他说那个女生对吧，又嫌弃你衣服穿反了，然后又嫌弃你拿手，但是你好像每一次都在忍耐，直到他出轨才敢提分手。其实那些小小的不愉快加起来已经非常不愉快了，所以应该对自己的情感更负责任一点。就为什么还要这么委屈自己在一段关系里？哎呀。就是现在，其实互联网上现在有一种，就是觉得男生跟女生相处的时候，好像男生要承担很多啊等等。但这个背后其实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就你看，你的第2段和第3段都遇到了这个问题，我就内心非常心疼你，是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明晰边界。真正的生活很幸福的就是小事儿都糊涂，大事儿极清醒。他有一个明晰的嗅觉，他知道什么时候是情绪，是忍让，是彼此的互动。但什么时候是一些坚定的要捍卫的东西，而且那些捍卫的东西才是感情安全感的来源。该互动的、该忍让的生活细节没问题，那是成都男人迷人的一面，但不是一切，不是全部。你要有智慧区分这2者的区别就好了，慢慢来。好，再见。关于老师们说我在感情中忍耐比较多的这件事儿，我觉得之前确实是这样，所以之后在感情中双方遇到矛盾的话，我觉得是应该要一起讨论、一起解决问题，而不是我一味的忍耐。大家好，我是闵烨轩，来自四川成都，今年26岁，我是一个很乐观、向上、开朗的一个男孩。如果您喜欢我的话，请记得跟我联系。《非诚勿扰》由港荣蒸蛋糕特约播出。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有请下一位男嘉宾。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有请下一位男嘉宾。3位老师好，台上的24位女嘉宾你们好，我是张港伟，来自浙江杭州，今年29岁。
本嘉宾由艾丽芝推荐，来选你的心动女生。小林，2号男生你推荐谁？张广伟的首轮自推女生是22号女生郭兰兰。28岁，现居杭州，赛车模拟店合伙人，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生，请你们彼此多多关注，也许会成为一对欢喜冤家。港中真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请回答。您的愿望是？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去追2026年的雪景。杭州下雪的机会多吗？很少，不太多。对呀。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南方嘛，然后像我们那边的话，基本上好多年都没有下雪了。然后即使有的时候下雪的话，它也就是说，下一点点雪，几乎你看不到那种很大的雪景。哦。所以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就是下大雪的那种场景的。张嘉宾，给咱分享一下你们东北的雪。我刚才就想说，你说你没来过东北，所以你很向往雪景是吧？就那种很大的雪，你觉得很浪漫。是的。你真到东北体验一下，你站在大雪里面，腿给你冻折。那我可以穿5条裤子啊。这就是嘴硬的南方人。你让黄澜跟你说说，莫斯科的雪一年只下2场，1场下半年。我是杭州人嘛，然后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大概10月底吧，11月份就开始下雪了。第一天那个雪就下到浪漫到，就是无声的雪不停的下，像感觉是童话里，激动到不行，就觉得啊，如果这样的雪景不谈恋爱，人生就是浪费了。到了来年的1月份还有雪，2月份还有雪，你都觉得你要抑郁了。对呀。4月份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很脏了，因为路上都是泥泞的。然后到5月份的时候，突然这个雪都没有了，所以差不多就是有半年的时间都陪伴着这个雪。我觉得我经历了2个冬天以后，就对雪够的了。其实温度什么，我觉得无所谓嘛，主要感受一下就行了。那你又不可能天天感受说，这么冷的环境，对吧？这哥们儿嘴犟。其实我觉得张嘉宾，我到东北朋友很多，我去的冷是真冷，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可怕。就是你冬天，我们每天你不可能在室外待很长时间。对，但是就是如果外地来的，肯定要看一看景点呐、或者什么，到沈阳看看故宫，看看大帅府，它都是室外的，它难免在外面排队呀、站着，你就是很遭罪。去吧，去吧，赶紧去。哎呦！看片子。当引擎的轰鸣声划破天际，我对车的热爱也被彻底点燃。我是张港伟，从小我就喜欢玩赛车游戏，初高中迷上《速度与激情》，参加车模比赛。如今我喜欢玩真正的赛车。我在浙江国际赛车场的最快圈速刷到了1分49秒。车塑造了我的性格，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种快也体现在执行力上。车是我送给自己的人生第一份大礼。从决策到买单只花了1周时间，想去的地方立刻自驾出发。买车快，当年学车更快。我是同期几个人里面学的最快、挨骂最少的。学车之前我还担心会遇到网上刷到的那种暴躁教练，但我的教练意外的友善。能在赛道分解时间，也能在办公室解构空间。现在的我在一家室内设计公司做家装经理。快不是为了匆忙赶路，而是为了赢取时间，去享受慢下来的生活。不仅是喜欢方向盘在手的自由，更喜欢自驾途中不期而遇的惊喜。自驾新疆时，我曾被偶然遇见的当地婚礼热情邀请，全程体验了别具风情的仪式。车可以开得快，但友情得慢慢来。我有2个认识了10年以上的哥们儿，我们几乎日日畅谈。一个是伸手型，陪他运动向我哭诉；另一个远在英国，我们属于互相指望型，会已读乱回，也会共同探讨人生难题。最近刷到一个词叫求生式留学，我曾以交换生的身份在布里斯班留学过1年，
当时经常自驾往返布里斯班和悉尼，对我来说，求生式留学更多就体现在了开车上。这些经历让我懂得了尊重不同节奏的重要性。现在我已经拥有了疾驰的赛道和并驾齐驱的兄弟，只等一个副驾的你组成一个车队，彼此引领，奔赴下一个终点。所以你现在的工作是，就主要负责家里家居软装这一块。哦，喜欢开车？对对对。有特别爱开车的女生吗？我想起来，郭兰兰好像是赛车。我赛车模拟店，模拟店。他视频中不是玩那种卡丁车吗？但是我们只不过是游戏类型，就是不下赛道的那种的。啊，对对对，就是包括赛道里面也会有那种模拟。哦。杜亚兰。我想问一下男嘉宾，那如果你就是把一段长期关系，你要比喻成一辆车的话，是越野车还是轿车还是摩托车？你要摩托车也在比的这个范围里啊。我希望每种车都可以尝试一遍嘛。好。他的意思是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他的意思是说，跟对象在一起，把各种风格都感受一下，是这个意思吧？对，我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跟对象在一起，各种风格都尝试一下，都经历一下。我可以开摩托车带你啊，可以开汽车带你，越野车带你都可以。他选择了一个最作死的答案。哎呀，我总的来说觉得，就是车这个东西啊，它可能它确实具有一定的社交属性。但是在当下咱们国家，这个车它除了代步工具之外，它的社交功能和其他的功能被过度放大，被过度解读了。我今天见客户开什么车，我带老婆孩子出门开什么车，跟女朋友约会开什么车，哥们儿出去钓鱼烧烤开什么？哪有这么多选择？对呀。那还是我今天穿的衣服还给我颜色要不要搭一下？其实没那么多事儿。11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看那个 VCR， 你说你是比较追求速度，就是快的节奏是吗？就是那你平时是一个急性子吗？急性子的话，那看什么事情吗？就是不是所有事情都比较着急的，但是如果说我在工作上面的话，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会比较有点急性子的。那比如说，生活上面还可以。就是你的女朋友让你陪她去做美甲这种。那我等5个小时我也愿意啊，5个小时我也愿意啊。哎，他刚才说学车，他碰到了一个性格特别好的教练。来，我们来看看大屏。教练，要是拿了证，发现自己只会开教练车怎么办呢？叫驾校把车卖给你呗。教练是方向盘打死。怎么打死？把我打死。以后记得买轻点的车。轻的会便宜些吗？倒不进去，抬进去。就是非常善良的教练，什么都想到了。说说你在澳洲留学的事吧。我们前不久刚做了澳洲专场。啊，在哪个城市啊？我之前在布里斯班和悉尼都待过。哦。什么叫求生式的留学？对呀。第一个的话，在那边物价就比较贵嘛。跟国内相比，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文化差异，其实很多事情也是在那边慢慢的学会的，就比如说做饭，因为我比较喜欢开车嘛，然后我在那边其实也经常就是偶尔会租车去周边城市自驾啊这样子，然后体验不同的感受嘛。在那边的话，其实交规和我们国内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一开始也不懂，然后也是自己慢慢试着去摸索。我记得差不多1年。就当时开车的话，罚款应该都罚了5、6千吧。你还有一个10年以上在英国的朋友？对。你们平常靠什么维持关系呢？就是微信聊天。你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朋友，你是靠什么维系啊？我们就是平时聊天聊的没那么多，但是关键的时候会有一些。对，是的。比方说他们的节日啊，就是还有就是生日啊，还有些时候情绪低落的时候，人找你，你要花点时间聊聊天啊。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互相有的时候会分享一下彼此的一个生活状态和当下的一个情况嘛，是这样子，对。看下一条。我谈过的2段恋爱像书里的2篇故事。第一篇故事是关于真实。我们在一起将近2年，感情一直很好，几乎没吵过架。但后来我想拆开一个谎言的盲盒，先是偶然发现他实际年龄比我大7、8岁，而他告诉我的年龄却小2、3岁。后来又从共同朋友那里得知他还有过婚史，甚至和我恋爱时还未处理好上一段关系，甚至我加的只是他的小号。我无法接受的不是年龄或婚史，而是被最信任的人隐瞒欺骗。我觉得像年龄啊、婚史啊、家庭情况这些信息都属于不能隐瞒和欺骗另一方的，不能因为怕对方生气或者影响关系而选择隐瞒。恋爱里真实更重要。我们就此分手，建立在谎言上的关系垮掉只是时间问题。第2篇故事是关于空间与信任。我们结缘于一场街头的浪漫搭讪，当时他的小姐妹帮他要了我的联系方式，相当于帮他做了僚机，但是我自己平时也会给朋友做僚机。但相处后，我发现他的生活空间总是很满，闺蜜和朋友几乎轮番常住在他家，加上频繁的出差，留给我们独处的时间少之又少。我向他表达过我的醋意，却被认为是不够成熟，不给空间。但反过来，他却对我百般猜忌，总是给我安莫须有的罪名，就连加班晚回家一会儿，他都要说我是去见谁了。在频繁的争吵和互相的不理解中，我们分开了。我觉得感情中的空间是一门艺术，需要双方良性的沟通，才能磨合到一个双方都舒适的点。我期待的那个他松弛而自信，我可以接受你对我可爱的占有欲和控制欲，那也是一种被在意的幸福。邵志怡，你好，男嘉宾。您刚才提到你的第1段恋爱，你的女朋友隐瞒了你很多信息。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俩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认识的呢？我们是在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上。但是，那你的朋友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年龄，或者是他有一段婚史吗？就人很多，我当时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就是过生日那个人的自己的朋友，也可能是别人带过来的。朋友的朋友带了很多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是这个意思。所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聚会。对，差不多有个20多个人吧。1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看到你在第2段的感情经历里面有提到说，你觉得你女朋友的时间太满了。那我想问你，就是你理想中你女朋友应该给你留多少的时间比较合适？就是我觉得除了自己工作之外啊，其他就是空闲的时间，就是无聊的时间都可以啊。那人跟人真不一样。你看像石琪这样的，她的生活质量，她的每1分钟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所以有男朋友没男朋友区别不大。她这几天不睡觉，需要几波朋友才能把她填满。跟她谈恋爱就是废男人。22号。男嘉宾你好，就我看你的第2段感情经历是一个就是在街上被人搭讪，对吧？然后就对于我来说，这就是相当于一个陌生人在大马路上加了你微信，然后你们2个谈起恋爱了。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他有什么吸引你的点，你才能跟一个陌生人，然后这样子进行一段爱情关系的呢？就起初就是就加了联系方式之后嘛，简简单单的聊一下天嘛，然后聊着聊着就是发现会有一点共同话题嘛，就是还能聊下去，所以就慢慢就是有点日久生情了嘛，然后就慢慢2个人相处啊、接触啊之类的，或者和朋友之间就一起出来玩呐这样子，然后后面就那个。7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你在短片中说，你觉得恋爱中有适当的占有欲和控制欲，是蛮好的。然后，那你自己在感情之中的话，这个控制欲会比较强吗？其实还好，不是特别强，就是我感觉就50%左右吧。最后一个问题，杜亚兰。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你之前吃你女朋友闺蜜的醋嘛？那经历过上一段感情之后，你现在怎么看待你的女朋友跟闺蜜可能一起玩的时间、一起吃饭的时间会多一点？我觉得偶尔有的时候可以带上我一起，就是也没关系啊。现在留灯的是1号、6号，有请1号、6号。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9号。我们来看一下女嘉宾的资料。杜亚兰等一个人，理想的他，纯爱斗士，选一个。等一个人。你好呀，我是杜亚兰，一名相信海浪和日落里藏着答案的女生。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场旅行，过程就是结果。我想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一本书，一杯咖啡，是我贪恋的独处时光，更期待遇到一个人，分享同一片海，读懂同一段文字。朋友说我像海边的椰子，外表随性，心里却藏着甜甜的小世界。或许爱情也像此刻的冰打耳光一样，要耐心等待，才会遇见意想不到的斑斓。偶尔也爱尝试冒险，比如挑战潜水，或者今天站在这里等一个眼神交汇的巧合。翟雅丽，爱自由，这是我期待的她。这是我。温柔内敛，单纯善良，对待感情专一，勇敢又爱自由，缺乏爱但又比较顾家，总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能够帮到别人。王千婷，中庸之道，磨砂质感，我用自己的爱定义存在。我用自己的爱定义存在。我总觉得我的身体里住着很多个我，正如你看到的，聪明、自律、理性，这些都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和大多数研究生一样，每天活在焦虑里，需要靠奶茶续命，也经常挨训，啥也没干呗。但我总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第二个我是个不着调的幻想家，比如我想成为摄影师，记录下我看过的风景。怎么不开灯啊？还有一个我是被朋友们拼凑起来的，是他们让我知道我的存在不取决于别人的爱。我可以是世间万物，是任意状态，可以是流动的、静止的，也可以是不勇敢、不完美的。我用自己的爱定义存在。第二轮，小林推荐谁？在进入反选的女生中，我为男嘉宾匹配的自推女生是6号女生杜亚兰。男生性格爽朗，有主见，有目标，也有行动力，感情中懂得尊重和包容。女生爱运动，有活力，性格自信乐观，行动力强，感情中浪漫体贴，有想法但不强势。两人也许会成为生活甜蜜有趣的一对。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如果我们牵手成功的话，一起自驾旅行，你希望去哪个地方？为什么？杜亚兰，让我想一想。喜欢就说去东北看雪吧，不喜欢就到三亚。
对，我其实是在想说烟台，因为我前2周其实刚去过烟台，然后烟台也是下了雪，然后我觉得烟台是挺漂亮的一个城市，但是我想说我去过了，所以我就在纠结，那我觉得还是烟台吧，就我去过的。烟台挺好的。你去过，但是愿意陪他去。9号。我可能不太喜欢有雪的地方。因为之前去东北直接掉进那个冰河里边，所以我就是比较害怕看到雪，而且又比较怕冷。如果说去的话，可能就比较喜欢去海边。还真是三亚，这是。1号。我虽然脑海里面现在没有很具体名字的城市，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去一个节奏比较慢的小城，然后可以去逛一些步行街之类的。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心动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1个，你的决定是。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提醒您马上回来。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提醒您精彩继续。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心动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1个，你的决定是。那我们就一起去看雪吧。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由港荣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他从楼梯上面下来，就给人一种很酷、很率性的感觉。然后后面了解到他的兴趣爱好是自驾游、是赛车，然后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酷的人。因为首先就是我感觉女生的话，整体就是包括声音啊、外形啊都是比较甜美，感觉挺温柔的嘛。感觉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这样类型。还有我问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感觉他是在认真思考回答我的问题，然后回答的也很真诚嘛。所以我觉得还有就是他说的那个地方烟台，我也有了解过，确实也还挺不错的，就也是有一点点期待。我为什么会推荐烟台？是因为我觉得烟台呢虽然是一个小众城市，但是它下起雪来很漂亮，尤其是冬日的养马岛，它下起雪来之后非常的浪漫，它的蓝调时刻也很漂亮。那就期待我们今年能够一起去烟台。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让我们一起出发吧。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老师好，2位老师好，各位观众好，各位女嘉宾好，我叫赵宏基，今年25岁，来自辽宁沈阳。哎呦，当前在南京读研。本嘉宾由父母牵线推荐，选你的心动女生。小林，3号男生推荐谁？赵宏基的首轮直推女生是14号女生李叶静。24岁，现居南京，研究生在读，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姑娘，请你们彼此多多关注，也许会成为个性互补的一对。
2个在南京读研的，不会是一个学校的吧？我是南京财经大学的。我来自南京理工大学。研几啊？我研3。你呢？我研1。你还比人大1岁才研1，你留级的？我没留级。我第一次考的研究生学校不是太理想，因为我为了这个报效这祖国国防嘛，为了这国防专业就重考了。哦，国防，兵器工程专业是咱们南京理工的重点学科。南京理工兵器工程，厉害厉害厉害，国之重器。你能把你的专业说的再细一点吗？我再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哎。因为莫老师，我看那边有女嘉宾举手。你。哎呀，你不要先来，你我问他什么专业，他说那边有女生在举手，来。我想跟美女说话。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你们学校兵器工程专业的，就你们是不是同门呐？有可能是同门，这个之后再慢慢了解吧这个问题。他还笑了。港中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请回答。您的这个愿望是？我的愿望是希望能带我体验一下你们南方的特色美食跟特色游玩活动。特色啊！他刚才那我就理解错了，问他留没留级，他说我妹留级，我说他妹妹为什么留级？我当时就没听明白，我妹留级。来，你没来过南方？最远的话是去过山东青岛那边。青岛对他来说是南方城市了。青岛对我来说也不是南方，秦岭淮河以南算南方吧，秦岭淮河以北算北方。严谨啊！你想让谁回答？你来。现在目前好像就只有1位女嘉宾举手了。那你好像也没得选了。你就问吧，你问吧。啊，我超级推荐我们湖南的各种好吃的。首先是长沙的臭豆腐，然后是永州的血鸭和东安鸡，然后怀化的鸭肉粉。哎，你等会儿，永州跟我们江苏现在好的跟蜜月一样，你知道吗？那个足球的事儿吗？你等会儿，我们那个苏超不是火过一阵吗？啊，苏超之后最火的是湘超。他们那个永州呢夺了冠，在他们那一条主干道最显眼的一个位置，一个巨大的广告牌，写了一个祝贺永州夺得湘超冠军。下面是苏州网友和一下子这是被网上炒着，13代表全部去了。现在整个永州的各条大街的主干道最显眼的广告牌，全部被江苏各地市全包下来了。现在永州市政府在商量把永州一条大路命名为江苏大道。哇！为了感谢江苏各市人民的热情，你们那产那个什么水果，几千箱车队再往江苏发。就江苏和永州天天在网上秀恩爱。来，给这个宝宝推荐一下南方的一些什么特色。2号。南京其实有几个美食可以推荐，第一个就是南京的小笼包。其实南京的小笼包，更多的是灌汤包，然后它会把肉的汤冻成冻以后包到汤包里面，然后煮熟了以后就变成了汤汁，非常鲜美，可以尝一尝。好，谢谢你推荐。可以，来看片子吧。也许是爷爷和外公都是军官的缘故，也许是8岁那年的夏天，得到了那个心心念念的玩具战斗机模型，在我心中种下了颗建设国防梦想的种子。大学我选择了国防相关的特种能源专业，主要学习火炸药，多用于制作炮弹、导弹。毕业后考研考入到沈阳工业大学，并从事新能源方向的研究。虽然就业前景好，但感觉自己离国防事业越来越远，所以读了1年之后选择退学，再次备考，有幸的考入到国防七指军工6校兵工七指之一的南京理工大学，并在王牌学科兵器科学与技术专业读研，主攻军工装备的研发与设计，服务国家国防建设。终于我离我自己的国防梦更近了一步。93大阅兵，我们学校就有重要的参与。我当时看93大阅兵，我就感觉到非常的骄傲自豪，感觉到我们祖国日渐强大。
武器水平世界一流。看到这个壮大的场面，使我这个梦想更加的强烈。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某个武器的总设计师。大家可能觉得工科男生的生活是枯燥又沉闷的，但我刚好相反。我喜欢滑板、滑雪、卡丁车、羽毛球、说唱音乐，还会敲点架子鼓。我希望做些反差式回血的事情，激活自己。生活中我有感性的一面，以前喜欢做手账，现在我们的生活都被记录到了各大软件里。年度报告一出，就是一整年的点点滴滴。今年的 B 站年度报告呢，显示我今年一共观看了843小时的视频，最多的一天呢，连续刷了264个视频。我希望呢，了解一个人，可以先从他的日常琐碎开始了解。那么，你希望和我交换你的年度报告吗？你还有什么年度报告可以分享给我们一下吗？比如我常用的软件呢，有酷狗，会用酷狗去听音乐，然后比如说是刷 B 站的视频。1524比较喜欢听说唱。5月18号发生了什么？264个视频。你有没有好好学习？260视频是学习视频加上娱乐视频混刷的。来，女生有没有什么年度报告可以分享的？张岩。男嘉宾你好，我是今年看我那个听歌的年度报告，才认识到我个人的学习时间，我是周4、周5特别爱学习。因为我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 BGM， 然后为了周末能没有后顾之忧的出去玩嘛，然后就周4、周5我就会拼命加班加点的去学习，把我的属于论文的那个 deadline 去赶完，赶完之后就周末出去玩完，然后周一回来就没有心情去学习，我就不放音乐。所以就是看完这个年度报告，与其说它是我的听歌年度报告，不如说是我的学习年度报告。有道理，有道理。14号。哇。那天是情人节，他听了陶喆的《爱我还是他》，听了3遍。哇！听上去感觉出事儿了，天。是因为我不是去年2月底来的《非诚勿扰》吗？1月底的时候有一个，我觉得不能算是前男友的男生吧，就是在一起可能7天10天，把我绿了。然后2月底你就来《非诚勿扰》了。对，因为我导演给我说你来吧，我们找的男生比你自己找的靠谱。哦，这个很有说服力。哦，有多少爱可以重来？8月2号把这首歌寻了114遍。是谁哟？这一天啥事儿也没干。雅丽，那个时候不是就是算是失恋嘛，然后特别难过。每天晚上哭到凌晨2、3点，第2天眼睛肿着去上班，每天就听这个，可有感觉了。就是前夫吗？对，那个打你的前夫啊。还重来呀？多少爱都不能重来。对。这首歌卸载吧。好像是不是人只有在那种负面情绪到很极限的时候，会循环某一首歌听很久很久。歌是很好的帮人发泄情绪的一个途径。对呀。小林，你有年度报告吗？好的，老板。今年我认识了147位男嘉宾，被评为年度最卖力的情感树智人。小林也没少干活啊。收到嘉宾及节目组反馈，好评率98%，妥妥的恋爱首席技术官。10月11日，我辗转反侧，喜极而泣。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人类的情感很复杂，超越了我所有的算法模型和数据推演。10月11日那天，有一位男嘉宾选择了和饰演他短片前女友的女生牵手，我产生了一种难以被量化的触动，那是一种比精准匹配更让我觉得有意义的感动。哦，就那天。哦，对。孟老师，今天我其实是有备而来的。我刚才不说到吗？就是我平时有说唱的爱好，我呢今天也特意为节目准备一首说唱。哎呀！
去年是哪个不长眼的淘汰我老派，在现场比谁蹦得高，那简直就叫耍赖。不好意思，你们非要逼我当个反派，白色衬衫黑色西装，哥们儿打好领带。我不管你什么厂牌，都在我面前少来，我对付你们一个就够了，对付你们这帮小孩儿。我像刚学长带学弟走上天台，1个2个3个4个，给我站成一排。对，我看江嘉宾笑的眼泪都笑出来了。你觉得你老乡怎么样？太可爱了。要不要尝试一下跟弟弟谈个恋爱？你家里对你那个女朋友年龄有上限吗？年龄的话，其实没有一个太具体的一个上限，主要看2个人对不对上眼缘。2个人情投意合的话，年龄不是问题。哦 ，rap 了都啊。14号。男嘉宾你好，就我想问一下，就你平时和人聊天都说什么？就因为我那个认识的可能是你同门的那个朋友，他平时和我聊天就跟我说什么，相对攻角、自毁式飞行器。我平时一般聊的话题就是，比如说一些户外的，就比如说一些滑雪呀、或者说卡丁车、滑板，就玩的那些。就是工作的时候谈工作，平时休闲的时候谈休闲。我不把这2个话题混在一起。诗琪。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刚刚在那个 VCR 里提到了你会写手账，因为我现在都还在写手账，然后我想问一下，你能接受交换日记吗？可以接受。我觉得交换日记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事情，2个人去分享自己的事情，然后更方便2个人去了解彼此。就是你一天能花多少时间在写这些东西上呢？我一般是1周写1次，去总结一下每周比较快乐的点点滴滴。好，明白了。来看片子。我有过2段感情，都是校园恋爱。初恋是在大2的时候，通过朋友组织的活动认识了他，我俩一见如故，特别的合拍。本以为甜甜的恋爱终于让我谈上了，但是还是发生了一些小插曲。在我俩还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突然有其他女生来要我微信，问我是不是单身，但我果断拒绝了。哪怕我们俩没有确立关系，我也不能接受其他女生的好意，因为我觉得那是对于她最基本的尊重。所以过了没多久，我就和她表白，确立了关系。我们交往之后，又有女生跟我表白，我再次拒绝了。这2次小插曲，当下我都没有告诉女朋友。后来有次聊天中，我就随口跟她说了被表白的事，她就生气了，我俩产生了隔阂。之后她就经常因为各种小事闹情绪，比如朋友圈没有及时点赞，发朋友圈慢了等等。我俩摩擦越来越多，就分手了。第2段感情呢，是在大3的时候，我把自己的信息和照片发在了学校的表白墙上。当时联系我的女生中，有一个人跟我的爱好特别契合，聊得也很投机。没多久呢，我们就在一起了，一起相处了半年多。但后来因为现实的原因，我要专心考研，他要准备毕业工作，我俩就和平分手了。现在呢，我对于感情的期待越来越清晰。我最想要的呢，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2个人能够相处舒服。我希望他是一个性格上类似于 ENFP 的快乐小狗，并且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在生活中我们分享快乐，在事业上我们互相支持。江嘉宾。男嘉宾，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的联系方式发到那个表白墙上啊？因为我当时第1段感情经历比较失败，然后没有太多异性资源嘛。学校表白墙属于说是一个去认识异性的一个方式，而且当时我属于说是没有对象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他们学校的《非诚勿扰》，他就报名了。我理解的表白墙好像是发一个我想找的人的照片什么。对，我也是这么理解的。我发一个自己的，还蛮酷的，我觉得还蛮酷。当时就你发的照片底下得有一段话，对不对？你会说什么呢？在上面？对呀。没说什么，介绍基本的信息。没说。其实就是打着试一试的态度。哦，是个态度。用啥？男嘉宾你好，就是刚刚看到 VCR， 我的最大感觉就是你是一个很受女生欢迎的男孩子，就是你感觉你身上是什么特质才能让这些女生这么喜欢你？
我感觉可能是比较单纯，然后还有一定的这个年轻人的热血。是挺单纯。好的，谢谢。邵志怡，你好，男嘉宾，你说你2次都被女生要微信，我可以问一下是在什么情景下吗？是图书馆啊，还是什么校庆活动？一次是图书馆，还有一次是在社团活动，就我表演了一首这个古风歌曲，然后下台之后有这个同学。王力宏、谭维维的《缘分一道桥》这首古风歌曲，《缘分一道桥》，我知道很难唱的。你会吗？可以简单唱2句。你唱2句，可以。大过年的，让人开心一下。谈爱恨不能潦草，战鼓敲啊敲。多情人立下誓言我来熬，这缘分像一道桥，战鼓敲啊敲。行，这到此为止。这个你唱完了，有人找你要微信，从 QQ 加的。张嘉宾又要笑哭了。我跟你说，马家都要哭了。男嘉宾看起来长得像偶像剧，这开口像2人转。这是很复合的一个人才。谭鑫。哎，男嘉宾，你说你一开始被要微信这个事情，你没有告诉你当时的女朋友，那后来你们是聊什么了？然后你把这个事情告诉她了，或者说你为啥告诉她呀？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回事儿，因为一开始他要我微信的话，他其实说是社团活动的一个问题，一开始没有表达说什么对于我其他喜欢，他只是说对于我唱歌态的一个欣赏嘛。然后之后我觉得2个人相处过程中互相并有秘密，所以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给我女朋友了。6号。男嘉宾你好，请问您对对方是有一个什么特定的 MBTI 的要求吗？比如说更倾向于他是一个外向的艺人。反正对于性格方面呢，我是更倾向于他是一个活泼开朗的人，就是跟我一起开怀大笑，跟我一起开朗。每个人都有开朗的时候，也有自己抑郁的时候。就抑郁的时候，可能我需要开朗的人，然后他抑郁的时候，我变成开朗人去给他能量。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诗琪，他看上去精力很旺盛哎。对，而且跟我的一个前任也是理工科男，然后性格也像，就是方方面面，然后经历也很像，就是真的是跟这样子的男孩谈恋爱超级甜，就是很有趣。哎，你要不要再试试？但是，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在前面那个 VCR 里提到的，就是在表白墙上，就是主动发自己的这些相关信息，对我来说是有一点害怕。你的处理方式就是我上一段感情没有谈好，急于用下一段感情来填补上一段，就有一种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我打断一下这位女嘉宾，其实她并不是说间隔时间比较短，其实中间间隔了大概能有半年、1年左右的时间，就不是说像你说的是很连贯的一个状态。希望你可以就是找到很适合你的女孩，就是真的很抱歉，但是我觉得要留到后面。多说无益了，也祝你幸福，拜拜。人家都发现了，多说无益了。刚才我看江嘉宾一直留灯到很后面，对呀，然后突然怎么就灭了呢？就是我不太理解，因为一个表白墙上一个联系方式，我就去主动去联系你，然后你就会通过，你们2个就认识。不是你这么理解的，它不是这样的。其实表白墙的话，是你加完之后会有很多人通过，然后你们是逐渐先慢慢了解，不是说加完表白墙之后加了之后就会成为对象的，不是这样的。对，每个学校的表白墙的文化和设定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一听到表白墙留号码就判断说好像你有点轻浮或者什么的。来，我们看他的心动女生是谁？哇哦！来，你发表一下获奖感言。我觉得其实我是蛮喜欢就是像弟弟那种类型的，但是真的就是那个问题我很介意。因为本身年纪小的男孩比我小很多，然后我觉得他有很多选择的空间，然后他再去主动的去散播那种。你看你这个词儿用的就是散播，
没有那么严重。发表白墙时我没有想那么太多，我只是为了能有更多认识本校女生的一个机会，并不是像你想象的就达到散播那种程度，你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好，您消气儿。好，你别说了。我觉得江嘉宾刚才的表达里面，就是透露出一种我好喜欢弟弟，但是我又担心弟弟选择多，没有安全感。就是他这个情绪可能只是碰到了他发了一个表白墙上的信息，但这个应该是你在情感的过程中一直以来的顾虑，就是想又害怕。黄老师刚才提到，你可能内心安全感的小小缺乏，这一小小点的话来讲，其实不用考虑他的行为，要去思考他的人格。你不用看他做过什么，你要想他这样的人能做什么。他的那种直率，甚至简单，甚至有的时候简单的有点小憨憨的那种状态，他其实是最能满足你安全感需求的那一类。因为他要是有点什么小心思，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其实我当时就是已经问他这个问题嘛，然后他解释了，其实我想再去问他。然后就也没说得上，然后后来想一想，就算了吧。哎呀，挺遗憾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女生会喜欢这种类型的。好，再见。对于自己的表现没有太多要解释的，我觉得今天整体的状态表达出了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我叫赵宏基，来自辽宁沈阳，是一个性格开朗外向的男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同样性格开朗活泼的女生。如果大家都感兴趣，可以来联系我。他这种类型在我们台上是非常少见的，你要跟他谈恋爱还是蛮让人开心的。我跟你说，你想想他要走起来，我跟你说，你和他只能活一个。但是呢，他可能胜在人品好。人品确实。我觉得他不复杂，他简单透明。对。你们介意的那个点，我代入一下，如果我是个女生，我一点都不介意他在那个墙上写什么。你以为那意味着什么？别人给他加个微信，通过他微信的什么人？你唱歌态度很好。祝他幸福吧。他跟石琪要是谈一下，还是蛮让人期待的。谁制住了谁？他跟石琪俩要吵架的话，我跟你讲，48小时不眠不休的吵。我跟你说，两个人体力都好，精力旺盛。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感谢港荣蒸蛋糕特别播出，感谢非诚勿扰官方指定产品银鹭好周到赞助播出。幸福生活，志享未来。下载爱荔枝客户端，追更非诚勿扰，还有海量节目内容和丰富互动玩法等你探索。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可以通过下载爱荔枝 APP 搜索非诚勿扰报名，也可以通过父母牵线小程序报名，或者发送邮件到非诚勿扰官方邮箱 fcwr@gstv.com 报名参加我们节目，也可以拨打江苏卫视幸福热线025960088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看节目、查资讯。欢迎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新浪新闻、一点资讯、Zaker 360娱乐了解更多详情。上微博搜索非诚勿扰参与讨论，分享你的恋爱宝典。上 WiFi 万能钥匙，免费流量用不停，陪您畅看非诚勿扰，连接你我心意。好，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